1万年前的史前文明在撒哈拉沙漠下被发现。非洲北部的撒哈拉沙漠东西长5000公里，南北长2000公里，面积呢是906万平方公里。撒哈拉沙漠因为人类无法生存呢，所以号称死亡沙海。但是在撒哈拉沙漠的下面呢，却掩埋着一个曾经的远古文明。那个时候没有撒哈拉沙漠，只有撒哈拉草原。而撒哈拉草原是怎么变成撒哈拉沙漠的呢？后世的人们又是怎么推断出撒哈拉曾经是大草原的呢？就是因为举世闻名的撒哈拉岩画。这些岩画呢，就像是一部史记记录着一段看似破碎却实为一体的远古文明历史。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沙漠下的远古文明。以下的故事呢非常玄幻，大家理性观看。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唐。节目从这期开始呢，会进行抽奖活动，详情请见节目最后介绍哦。撒哈拉岩画呢，并不是只存在于一小片土地之上，而是存在于整个撒哈拉沙漠。从埃及苏丹、阿尔及利亚、摩洛哥以及南非东部的莫桑比克等地都有石窟岩画被发现。一些学者就认为呢，岩画上的记录呢，很有可能就是一个远古文明。1721年呢，一个葡萄牙的旅行团在莫桑比克就找到了古怪的岩画，他们就很想知道这些岩画上面的色彩到底是从何而来的，但一直没有找到答案。后来呢，有一位成员到阿尔及利亚旅行呢，无意中就在恩阿哲尔山脉的荒漠之中就发现了一种红色的沙土，并断定呢，这就是莫桑比克岩画的原产地了。就在这条800公里长的山脉旁呢，一支法国的探险队于1956年在此获得了重大发现，超过了1万张以上的岩画神秘图案呢都被发现了出来。这些岩画当中呢，科学家们就发现解开了撒哈拉沙漠起源之谜的许多秘密。有些人看到岩画上的许多马匹高兴坏了。我们都知道马是依水而生的嘛，哪里有马呢，哪里就有水嘛。如此多的马出现在此呢，就表明撒哈拉早期时代呢，至少有一片大草原或者是一片大绿洲嘛。随后呢，岩画上出现了水牛、大象、长颈鹿等生物。这些生物呢，只存在于非洲南部的大草原之上呀。而南边的大草原水资源充足，在撒哈拉的沙漠中能够找到如此多这种动物也证明了这里曾经是一处平原，水土丰沃。那么这些岩画到底是什么年代的呢？一些学者就推测呢，大约是6000年到11000年以前的岩画了。那个时候撒哈拉沙漠呢，还是一片温暖湿润的大草原，降雨量充沛适合这种生物生存。而撒哈拉的岩画上呢，却很少有人看到骆驼，就算有了骆驼呢，也都是后来的岩画了。这也就说明呢，这里原本是一片草原，直到后来呢，因为沙漠化的原因才出现了骆驼。而撒哈拉沙漠若以动物为界呢，可以划分为3个时期，就是马时期、牛时期和骆驼时期嘛。马时期呢，就是野生动物繁盛的标志而牛时期呢，则是农业文明的标志到了骆驼时代呢，就一切都结束了，甚至连人类的未来呢也不例外。根据推论呢，大约在公元前8000年左右呢，就发现了有人在此定居过。岩画上的角色呢也越来越多，有手持兵器的战士有打猎射箭的弓箭手，也有祭祀神明的祭司。这足以表明撒哈拉在这一阶段已经进入了一个阶级社会了。当然了，也发现了一些比较先进的岩画，比如说宇航员，他们的神态和动作仿佛都在驾驶着一架宇宙飞船，可以飞向无尽的太空之中。至于岩画上所描绘的人到底是什么人呢？众说纷纭。传统的观点就认为撒哈拉大草原上呢，以前住着都是土著，但是一些欧洲的学者却坚持认为撒哈拉大草原上的岩画呢，是由古代的亚特兰蒂斯人所创造出来的。但是不管这些史前的人类来自于哪呢，他们都在撒哈拉的大草原拥有了自己的家园，当时呢也都过着幸福的生活。那他们的灾祸到底是从何而来的呢？那个时候的撒哈拉草原呢，是如何变成沙漠的呢？其实这个时间距离现在并不遥远。大约呢，应该是公元前400到300年之间，也就是2300多年前嘛。那个时候起呢，撒哈拉大草原上的绿意呢就渐渐褪去了，取而代之的呢就是漫天飞舞的黄沙，水资源越来越少，连野兽动物也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有专家分析就说因为当时的气温越来越高，太阳呢越来越毒辣，最热的时候呢，当时的地表温度应该是在70度左右，根本就不适合动物生存。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亚特兰蒂斯遭遇到了大洪水的毁灭，将整个亚特兰蒂斯呢和草原都淹没，所以海底的泥沙覆盖了撒哈拉草原，于是就变成了今天的撒哈拉沙漠。
而无独有偶，近期就有人发现在撒哈拉的沙漠之上有一个地方，极有可能就是亚特兰蒂斯遗址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柏拉图描述亚特兰蒂斯发生大灾难之后它上面写就变成了船也无法到达的地方，是因为柏拉图也不知道大灾难之后的这个亚特兰蒂斯是在海底呢，还是在陆地之上，所以就写成了船也无法到达的地方。更多人就相信亚特兰蒂斯是遭遇了一场浩劫，也就是传说中的大洪水，肯定是淹没到了海里。于是呢，他们就在海中寻找，却是一无所获。还有一部分人就认为它可能是在大陆上，所以他们就开始寻找柏拉图所说的亚特兰蒂斯遗址附近的大陆。没有想到呢，他们真的竟然在这个撒哈拉大沙漠中发现了柏拉图所说的那个相似的地方，它就是撒哈拉之眼，位于非洲撒哈拉沙漠的西南部的毛里塔尼亚境内。这是亚特兰蒂斯废墟的一个影像。按照柏拉图的说法呢，亚特兰蒂斯的中心城市是由5个圆圈而组成的，由里而外呢分别为2个大陆3条河流，这种构造就非常的奇特，与撒哈拉之眼非常的相似。而撒哈拉之眼呢，自古以来其实就存在，只是因为它的体积巨大，足足有50公里呢，从地面上看根本就看不出来它的身形了。直到1965年呢，美国正在进行一项名为双子星的太空探险项目。当他们飞过非洲的时候呢，宇航员就看到了距离地球数百公里之外一个奇观的现象。在撒哈拉沙漠的这个西南角呢，就有一块奇形怪状的圆盘，形似一颗眼睛，紧盯着太空，因此得名呢撒哈拉之眼。而地质学家们得知之后就匆匆忙忙都赶去了，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这里的地形和理查特的构造差不多，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还有专家以为呢这就是一个陨石坑，但是在附近并没有找到陨石相关的东西，而且呢这不是一个大坑甚至还有一些微微凸起。因此呢，到目前为止呢，撒哈拉之眼的形成原因依然是个谜。而整个地球上呢，也只有发现这一个撒哈拉之眼。难道撒哈拉之眼就是亚特兰蒂斯的遗址吗？从地貌上来看，这一片区域和亚特兰蒂斯非常的相似。说这是一片废墟呢，有点勉强。下面呢，我们就来再看一看另外一些近期被证实的重要的证据和巧合。第一点呢，就是地理位置按照柏拉图的说法呢，亚特兰蒂斯与雅典之间的距离大约是在5000公里左右，而从撒哈拉之眼到雅典的水路的航行距离里程大约就是5370公里，和柏拉图所说的相差无几。在柏拉图的记载中呢，亚特兰蒂斯是北边环山，南边是一片草原，而撒哈拉之眼的地形就跟这个描述一模一样。而且大家还可以观测到撒哈拉之眼旁边的这些地面是有着非常明显的水流冲刷过的那种痕迹，就很像是海水上涨淹没了这一片区域，然后海水退去呢，这些沙粒呢就会随着海水一起流动，最后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地貌特征。第二个证据呢，就是矿产资源。柏拉图还提到过亚特兰蒂斯是一个盛产金银和山铜的国家，而这个撒哈拉之眼之所以在这个国家毛里塔尼亚呢，是非洲第2大矿产国，它主要的矿产就是金银铁铜，所以这2个国家之间是有着相同的矿产资源。第3个疑点呢，就是石头。根据柏拉图的描述呢，修建亚特兰蒂斯的建材呢都是红色、黄色、黑色这样颜色的，而在撒哈拉之眼旁边呢，刚好就发现了红色、黑色、黄色这样的石头，而且有的石材它的外面就是黑色，里面呢是黄色、红色。第4个疑点呢是双胞胎。传说呢，波塞顿呢就生了5对双胞胎嘛，10个孩子，他把亚特兰蒂斯就分成了10块，让这10个孩子进行统治。而目前世界上双胞胎出生率最高的一个地方呢，就是非洲。很有可能当时的亚特兰蒂斯的殖民的范围呢，已经把整个非洲基本上包括在内了。而第5个疑点呢，是关于阿特拉斯的传说了。这个阿特拉斯一共在3个地方出现过。第一个呢，就是在希腊的神话里举着球的那个神叫阿特拉斯。第2个是波塞顿的长子，亚特兰蒂斯的首领叫阿特拉斯。第3个呢是毛里塔尼亚的第1任国王，而毛里塔尼亚呢是一个非常穷的国家，没怎么发展过，上面住了很多的原住民。在原住民的传说的口中他们的第1代国王呢也叫阿特拉斯，而撒哈拉之眼呢正好就位于毛里塔尼亚境内，是不是非常奇怪呢？而第6点呢是希罗多德的记载。希罗多德是一位古希腊文学家和历史学家，他尤其喜欢四处游行，并将所看到的一切呢都记录下来。那么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一书中是西方文学中最早的一篇完整的散文诗，并由此获得了历史之父的称号。这本书上有一张这样的一幅地图，是亚特兰蒂斯在这张地图上被提及的。
而它的地点恰好就在我们现在称之为毛里塔尼亚的地方。我们可以把这张地图和现在的地图做一下对比，这样我们就能够了解到他给的这张地图以当时的环境来说也是相当准确的了。而第7个疑点呢，就是灾难的发生，新仙女木时期。按照这个推测呢，亚特兰蒂斯沉入海中的时期大约应该是在11600年前左右。那在12800年前到11500年前呢，也就是所谓的新仙女木时代嘛。那个时代呢是全球最冷的时代了，全球的平均气温呢下降了7到8度。就在此时呢，新仙女木时期就结束了，而亚特兰蒂斯呢也就跟随着沉入了海底。这也就代表着大片的冰川在新仙女木时期结束就开始消融，海平面呢不断的升高，所以亚特兰蒂斯沉没和新仙女木时期的结束很有可能也有一定的关系。目前呢有几个考古学家已经在毛里塔尼亚这个地区找到了鲸鱼的骸骨，因为这些骸骨距今的时间已经有1万多年的时间了，因此还尚未形成化石嘛。与此同时，也有地理学家在撒哈拉之眼的附近发现了火山的踪迹。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大概是在1万年前呢，因为新仙女木时代的终结海水上涨，亚特兰蒂斯被海水吞没，而亚特兰蒂斯人呢四散奔逃嘛，寻找新的家园，这才有了地球上许多辉煌而相似的文明。如果说亚特兰蒂斯沉入了海底的话，亚特兰蒂斯刚好就位于非洲大陆的地壳的边缘，地下呢刚好有一座活着的火山。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火山的不断的运动的冲击呢，板块不断的上升而导致了亚特兰蒂斯从海洋中就冒了出来，与非洲大陆相连接。或许有人会问就算他们真的找到了亚特兰蒂斯的遗址，花费了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亚特兰蒂斯真的被发现的话，那就意味着在11200多年前就已经有一个非常先进的文明了。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那所有的传说也就不是传说了，许多无法理解的事情呢，也就有了合理的解释。当然了，现在到目前为止这个证据也只能是给我们提供一个线索，让我们找到亚特兰蒂斯，但却无法证明亚特兰蒂斯呢就是撒哈拉之眼。那根据柏拉图所说呢，亚特兰蒂斯呢有着非常先进的文明。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很有可能还有其他的遗迹。不过直到现在呢，我们还是没有发现亚特兰蒂斯留下的任何文明的迹象嘛。研究就表明如果当初全球性的灾难发生的话，人类灭绝了，那么在1万年以后呢，那所有的文明几乎不会在地表上留下任何的东西。科学家就研究如果发生了世界末日经过1000年以后呢，95%的建筑将会被摧毁，人类最大的成就就会只剩下5%。那再过2到3000年之后呢，那5%也将会被侵蚀，所有的芯片、材料、木材、混凝土，99%的金属产品，一切都将会被摧毁，变成无法理解的一些碎片。那么在5万年以后就只会剩下木和钨还能够保留下来了。人们曾经对此做过实验在巴西的一片森林当中埋藏了15年之久的一部手提电脑。到了截止日期呢，他们想把它挖出来，但是挖出来的只是一些锈迹斑斑的小零件了。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就是1战时期的车辆，只要轻轻一碰就会像朽木般轰然倒塌。这也是我们无法在那些高科技的远古文明里找到任何宇宙飞船或遗迹的原因。如果亚特兰蒂斯文明真的存在那么现在应该是数万年前的事情，他们的一切科技都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了。不管是岩石、钢铁，在这样的环境下，几乎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抵挡得住腐蚀。因此呢，我们应该把注意力放在钨和木的产品，它们的保质期远远超过了其他所有材料的99%。那无独有偶呢，就有一名叫做瓦迪姆的人他在研究一个远古文化遗产的时候呢，他就发现，如果经历了数十万年就算我们现在这个高度发达的文明人类社会呢，也无法在地表上留下任何的痕迹。他曾经多次的就到过纳拉达河，在那里呢，他找到了数十件文物，他们很有可能就是远古文明留下来的遗产。而事实上，河流中不断侵蚀着土壤，暴露了古代的地层，不允许它们被填满嘛，所以就发现了一些很小的钨丝的弹簧。在自然的状态下，钨不会有这样的形状。这些文物大约有1000万年的历史了。那么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远古文明呢？事实上这是非常有可能。在纳拉大这个本地的话语里面它是星际之旅的意思。当地的居民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讲的就是远古的先民是怎样飞起来的。他们说，狼魂从星宿中飞来寻找像坎塔玛尼那样的一颗宝石。在梵语中呢，纳拉达呢就是一位能够轻而易举地跨越星球与其他地方的圣人的名字。有了他的帮忙呢，远古的先民就进行了长途的飞行和时间旅行。
也就是说，这里有很多宇宙的物质。瓦迪姆与他的同事呢，于1991年首次到达了这里的水域，并对该水域进行了调查。然后第一批的乌纹物就被发现了。在一些实验室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之后呢，得出的结果出乎意料。他们就发现，在这些元素当中居然还有100%的钨，而这种元素并不存在于自然界中还发现了钼和铱球。这3组发现呢，大约都有1000万年以上的历史。所以瓦迪姆就认为呢，如此庞大的此类文物的汇聚只能意味着一件事情，就是在远古时代里面在这里呢有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而这个假说呢，与纳拉达的这个词呢起源有很好的联系。这里呢很有可能就是数百万年以前的太空发射场。即使这不是一个太空发射场呢，这里也至少是一艘坠毁的宇宙飞船。这是地球上过去存在远古文明的独特证据假说。那么大家觉得呢？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好啦，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这集内容大家还喜欢吗？喜欢的话，点赞留言支持我们一下哟。我们会在每集节目下方留言当中选出一位幸运的粉丝。奖品的内容呢，就是宇哥之前讲过的这一些书籍，还有小唐抱过的娃娃。那抽奖的标准是什么呢？抽奖的标准呢，就是我会在节目下方留言当中呢，选出一个我最喜欢的留言，所以大家要多多留下精彩的留言，吸引我的注意哦。搞不好下一位粉丝就是你呢。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